大家好，娱乐圈中2020年最惨的明星呢，真的是非肖战莫属了。作为一个拥有娱乐圈顶级流量的艺人呢，出道好多年，好不容易红了，却陷入长达近1年的泼脏水和背黑锅的网络暴力狂潮当中。而且长达近1年的泼脏水和扣黑锅的现象，不仅仅是针对肖战，连肖战粉丝呢也一直被扣上各种黑锅，从而在2020年，肖战及粉丝一直备受争议。庆幸的是，肖战本人并没有犯下过任何实质性的错误，反而为人谦逊有礼，颇受圈内明星称赞。再加上各种黑锅接连被官媒澄清，从而导致直黑们的泼脏水行为给肖战带来了损失越来越小。而一直带节奏给肖战泼脏水的直黑们呢，可能是知道肖战本人无任何黑点，完全搞不动了，就把目光呢放在了肖战粉丝身上。只是肖战粉丝遵从肖战工作室和肖战本人的正能量引导，专注慈善，加上肖战本人足够优秀，从而肖战的粉丝非但没少，反而更多了。可能是直黑们看着对肖战和粉丝抹黑泼脏水都产生不了作用，开始对肖战身边的人下手了，竟然开始给肖战的经纪人扣黑锅，而且给经纪人扣的黑锅还非常可笑。直黑们常带节奏说27事件中的那个文章是肖战的经纪人写的，说这场针对肖战近1年的网络暴力是肖战和公司自导自演的，肖战经纪人是自己黑自己艺人，肖战被黑是肖战和公司自导自演。不得不说，直黑们挖不到肖战黑料不说，脑袋还开始不好了。要知道，经纪人的收入呢是直接跟明星本人的收入挂钩的，明星本人的收入越高，经纪人的分成就越高。经纪人从商业角度跟明星本人是一体的，经纪人写文黑自己的明星，让自己负责的明星停工半年多，自己也喝半年多西北风，这经纪人怕是疯了吧？这种黑锅都能抠出来，直黑们的智商确定没有问题吗？而且真当互联网没有记忆吗？3月份信誓旦旦说写文章的作者是大学生，说肖战粉丝骚扰到了这名大学生作者，搞得人家退学了。安头肖战粉丝网暴，现在又说作者是肖战经纪人，怎么作者身份需要按区分配备？直黑们扣黑锅的时候有点智商可以吗？什么故事都让你们编了，好歹别前后矛盾，让大家看了直呼弱智，可以吗？说真的，肖战也挺不容易的，每天背一黑锅，而且锅不重样。其实翻看直黑代表风车、富贵等人的动态，可以看出是有黑手在针对肖战。毕竟能迅速拿到杂志物料路透和代言意向等资料的，非一般人能做到的，所以不要盲目跟风抹黑了。借用网友的一句话，肖战虽然在2020年遭遇无数黑锅，挺让人心疼的，但是在这种全网监督的情况下，肖战也势必会变得更加优秀，也会让更多人喜欢他。其实给肖战经纪人扣黑锅也是可以理解的，毕竟直黑把肖战的过去翻个底朝天，啥黑料也没扒出来，再加上肖战为人谦逊有礼，合作过的剧组和明星都对肖战称赞有加，这要如何搞量肖战呢？直黑们也只能无中生有了，肖战也应该感谢自己，毕竟这长达1年的网络暴力足以把一个明星打进深渊，幸好肖战足够优秀。也许曾经有人不明真相，但是总有一天真相大白，喜欢肖战的网友耐心等待吧，等待黑暗散去，重新站在舞台上的肖战会更加优秀。最近呢，可能就是这个下坠的作者疑似经纪人张晶的这件事呢，怎么说呢，成了这段时间的一个热议。当事人呢回应非常气愤，无论是喜欢肖战还是不喜欢肖战的人，这个名字呢对大家来说绝对不陌生。如果不认识的话，那么经历了8个月的全网黑，很多人对他的名字也熟悉到了极点，而且还有很多人也因此成了他的死忠粉，路人变成粉丝，这一切呢都拜黑子所为。肖战也真的实惨，经历了娱乐圈前所未有的攻击，那些黑子们把人性的恶点发挥到了极致，因为一篇网文本身角色他就是一个受害者的身份，结果变成了更加委屈和承受一切不公平的背锅者，以至于造成粉丝圈和网文圈的征战，而肖战则成为这场征战下的牺牲品。如今呢，风波好不容易过去，又有人扒出这篇下坠的文章作者疑似他的经纪人张晶，
当时呢，这篇文章真的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，因为里面的描写真的无节操、无下限，还很侮辱人，也比较低俗扑鄙。对于一些粉丝来说，根本就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文章，而当时举报也只是作者，并非整个网站。然而面对整个网站和携手全的泰特粉丝们，对肖战的粉丝更是进行了一场非常大的征讨，但是一直没有找到背后真正的作者到底是谁。而最近突然有人爆料作者的名字，疑似肖战经纪人张晶。张晶本人回应呢，更是上了热搜。他回应不仅感到非常的气愤，而且还骂那些泼脏水的人简直是脑残。那么久了，就像张晶所说，一些人真的太没脑子，也太无聊了。这种荒诞的言论怎么会有人信呢？但是呢，偏偏就有人信，而且也确实是根本就不动脑子。想想作为在娱乐圈混了10几年的经纪人，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恶劣低俗的文呢？而且还是针对自己的艺人。即使种种迹象表明是他，但是世界上重名的人多了去了，何况各种 ID 和尾数的数字也是在发出来之后才换上了张晶的网名和名字，明显的把泼脏水、寻找替罪羊羔。但是呢，还是被一些网友当真，并且对其呢进行挑拨和攻击。肖战经纪人发文回应下坠，网友呢却把脏水泼到王一博粉丝身上。而与此同时，在发出这件事情之后呢，一连串的操作也把这场战争的矛头呢指向了王一博粉丝身上，并且透露这就是王一博粉丝发出来的背后的操纵者。而且乐华从中作梗，还摆出了一系列所谓的证据。然而两个人当时因为一部《陈情令》大火，当时两个人的情谊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，即使现在明面上不联系，人家背地里还是朋友也不一定的。结果粉丝们在各种去正主进行造谣和挑拨，真的不知道一些人怎么想的。就算挑拨了一家两家关系很不和，又能从中获得什么呢？面对这些断章取义的谣言和拼凑的所谓的证据，其实是明眼人应该明白，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又一次风波事件。不仅呢是针对肖战，毕竟两个人作为娱乐圈如今的顶流，可以说承包了整个娱乐圈蛋糕背后的资本家们和一些对手们，怎么可能不想看到他们糊掉呢？如果一些人能顺着他们的指引被挑拨的话，两家粉丝掐起来，或是让一封绯闻恶意的造谣不断，那么肯定会受益的第三者。希望对于吃瓜的人来说，不要再做过多的猜测和跟风了，很可能一句无心的话堆起来人云亦云的造谣，会对人家本身有多大的伤害。从来都是话从口出，造谣无成本，所以才能让流言满天飞。无论是你喜欢他们还是不喜欢他们，真的没有必要把他们的恶意加放在两个陌生人身上，加放在两个为梦想拼搏的人身上。做人呢，还务必善良。除此之外呢，肖战的黑粉呢，还让圈内大神上微博道歉，让顶级配音丢工作。要知道在娱乐圈呢，明星作为公众人物，一言一行都会被人关注，哪怕是做错了一件小事情也会被放大。尤其是有的明星总是会因为一些事情让一些网友不喜欢，有的还会言语攻击。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肖战黑粉有多疯狂。要知道在娱乐圈中呢，肖战人气是一直居高不下的，而且他出道虽然时间久，但还是靠着《陈情令》爆红后，资源呢也是越来越多，而且他主演的许多作品合作的都是当红一线，只不过呢却迟迟不肯定档，让粉丝们一直都期待。而且肖战现在因为一些事情越来越低调了，哪怕肖战这么低调，也几乎不在公共场所露面，可是他还是备受争议。尤其是著名配音演员、配音导演边疆，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吧，也是圈内的大神呢，拥有非常多的作品，像是《漂亮书生》宋威龙、《陈情令》王一博、《楚乔传》林更新、《老九门》陈伟霆等等。边疆配音类演员几乎都是当红一线，可是他却因为一件事情被大量粉丝吐槽，迫使他删除了那条微博，并且道歉了。内容其实也很简单，仅仅是评论了肖战，为其送上祝福而已。这对于路人来说感觉并没有什么，但让他道歉说将会把重心放在本职工作。而近期呢，又有一位顶级配音演员因为给肖战庆生而被公开抵制，并且乔诗雨还是闪耀暖暖游戏中大喵的 CV，
就凭着一条轻声微博，让乔世宇被游戏玩家纷纷开始要求换人，也因此游戏官方发文将要换掉乔世宇，也让他丢失了这份工作。要知道乔世宇可作品非常多，是圈内特别知名的女配音。乔世宇配音的角色太多了，像是《三生三世》的热巴、楚乔战中的赵丽颖、漂亮书生当中的鞠婧祎等等。没想到呢，跟肖战扯上关系，就这样让他丢失了工作。其实我觉得这些黑粉呢，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啊，还是希望尽量让这黑粉，就是大家还是要去怎么说呢，还是要去帮助肖战吧，不要让这种黑粉去造成这样的事情。真的，如果造成这样的事情的话，可能会对肖战就是没有人愿意去再给肖战说话了，然后也帮不上肖战的忙，然后可能就是自己就孤立无援了。好，今天的话视频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